喂，您好，啊，您的快递啊，给您放学校门口了，有时间啊，您记得过来取一下。好，再见啊。哇，这是校花！校花，这就是校花，我第一次见，真好看。漂亮啊！哎，你让开点，你等着我看校花了。长得好看呀，真的好好看呀！他那个手也好看。张贤，做我男朋友吧。啊？张贤，校花跟人表白了，真是张贤啊！哎，接过。这么大的福气啊！你喊我呀？对，就是你，你勤快又帅气，我喜欢你。天哪，河大校花告白屌丝快递员，这快递员也太好命了吧！这么一个大美女，居然喜欢他。何大校花，别逗我了，我就一送快递的。我是认真的，其实我是富二代，公司、楼、车我都有。跟我在一起，你就不用送快递了。我去，真富婆呀！难道吃软饭这种事儿也轮到我身上了？我也检测到宿主符合条件，最终3关神豪系统绑定成功，发现宿主被白富美追求。先提供2个选项，选项1答应何蕊文，出卖4项获得2000万资产奖励，系统消失。选项2拒绝何蕊文，激活系统并获得新手大礼包豪车1辆，从此人生开挂。那个何大校花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面前有什么东西没有？你面前什么都没有啊！张贤，你不要打岔，快正面回应我。哦，那没事，我再想想啊。太好了，竟然触发了系统。至于选项，这还用选吗？2000万现金和系统，傻子都会选，好不好？何大校花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恭喜宿主拒绝成功，豪车10秒后配送到场。为什么？是我不够好吗？不，你够好，也很美。至于钱，我选朋友，对方不管有没有钱，反正都没有我有钱。这么要脸，真能吹啊！别吹啊！一个送快递的能吹吧？这人呀，就是，你一个送快递的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不信？我去，这又是谁的豪车呀？太帅了吧！这也太帅了吧！快点拍照！这还是谁呀？我的天，今天真的是见世面。张先生，这是您的保时捷车钥匙，我是金鼎汽贸的总经理郑兰。就在刚才，您委托我们公司买下这辆限量款保时捷。郑小姐，一路开过来辛苦了。我靠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快递员居然能开这种1000万级别的豪车，怪不得刚刚不答应何蕊文的告白呢，搞了半天，他也是富二代呀！张先生，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只不过这辆车的操作系统和其他的车不一样，我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哦。那倒不用了，麻烦郑小姐啊，把我的车骑到我家楼下，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哎呀，这种人真是深不可测呀！辛苦了啊！开着1000万豪车送快递啊！谢谢你啊，何大校花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小李啊，把这个放楼上货架上。好的。找钱，你还来干嘛？我来上班啊，送快递，怎么了？哼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走人。有意思，我1没迟到，2没旷工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你工作态度消极，多次被投诉，公司决定优化掉你。投诉？行，拿出那个投诉记录来让我看看。你。贤哥哥，你来啦！以后下班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恐怕不行了。为什么？以后下班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恐怕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小老板，你问他。那个，这是那个我你呀，就会欺负我们这些小员工。当马姐姐的面怎么不敢说实话了？还是我来说吧。马姐姐，她要开除我。
还好，老子早就知道日新快递就是马小跳他爸爸开的，他又刚好对我有意思，这下看你还怎么嚣张。好啊，赵航，张贤哥哥是我喜欢的人，我看你成心就是看他不顺眼。现在你被开除了。条条，我这都是为了你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赶紧走。啊，等等，把工服脱下来。哎，哥哥，咱们走吧。哎，马姐姐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其实我想说，只要我在这儿，你就可以一直在这干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换一个工作。换工作？怎么，你也要开除我？不是的，贤哥哥，我是想说，送快递太累了，你可以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。轻松的工作？怎么个轻松法？比如做我男朋友。请知道宿主再次被白富美主动追求，触发选项。请知道宿主再次被白富美主动追求，触发选项。选项一，辞掉工作贪图享受，从此纸醉金迷坐吃山空。选项二，继续送快递，大丈夫岂能久居人下？本次奖励以盲盒形式发放，只有完成选择，宿主才能知道奖励是什么。这么明显的暗示，就是傻子也能看出来。你想让我选第二个，我选选项二。恭喜宿主获得银滩千禧8号别墅一栋，价值2个亿。我操！银滩千禧别墅一栋，这可是乾宁市地段装潢最豪华的顶级小区了，竟然奖励了一栋那里的别墅。张贤哥哥，你怎么突然发呆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需不需要我去叫医生？没事，那个太突然了，一时跑了神儿。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不行。虽然说你家有钱，你长得还漂亮，但是呢，男子汉大丈夫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赚钱，不管挣多挣少是自己的，那就心里踏实。好有志向的男孩子，张贤哥哥，我更喜欢你了。你不要迷恋哥啊，哥只是一个传说。我要去送快递了，你赶快回屋吧，外面晒。贤哥哥，今天外边人多，你出去注意安全啊。人多？我来的时候没啥人啊。你看哪有那么多人？哎，这不是我停车的地方吗？哎，这不是我停车的地方吗？车？什么车？哎呀！张贤哥哥，你买车啦？乖，这是啥车呀？这车太酷了呀！是啊，别急，让我拍个正脸，麻烦让一让。乖，这可是价值1个亿、全球限量的豪车呀，怎么停这儿了？喜欢吗？喜欢，上去坐坐。这不太好吧？能开得起这种车的人，就连我爸爸都惹不起。要是弄坏了，我恐怕都赔不起。这就是我的车，不用赔，就当是你今天替我出头的谢礼了。张贤哥哥，你真幽默。这车要是你的，你怎么还在这送快递呀？难不成是富二代体验生活呀？因为张贤啊，张贤啊，你就别吹牛了啊！你要是真想的话，来，先让你跟这个车照张相，行不行？但是以后别说这种话了，都不够丢人的。你要是能开起这个车，那我爹还是世界首富呢。你要是这么有钱，还至于和我俩一块送快递呀？你们说什么呢？嘲笑同事，张翔哥哥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活跃一下气氛罢了，对吧，贤哥哥？我没开玩笑，这车确实是我的。小挑，别替他说话了啊！他就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人啊！张贤，我问你，那你说这车是你的，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！把钥匙拿出来！张贤，我问你，那你说这车是你的，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！把钥匙拿出来！就是你拿呀，装什么呀你？怎么哪都有你？滚！去！那这就是车钥匙？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模型，肯定是模型。对，还打不开。你说这个是模型啊？那你拿去看看，能不能把车开走？张贤哥哥，这车真是你的？好了，我已经证明完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们了。比如说，你们哪位的父亲是世界首富啊？
我操！真快递员开豪车，年度魔幻新闻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送个快递都开1个亿的豪车，这世界太疯狂了。好了，马姐姐，我真得去送快递了。我要再不去送的话，客户又得投诉我了啊！好，那你开车小心点。闪远点儿，一会儿撞到你们了。走了，拜拜。哇，太帅了吧！喂，宝宝，我到了，悦景华庭对吧？谢谢宝宝给我买的房子，亲一个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我前男友吗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我前男友吗？几年不见，你现在混的可真够接地气的。这衣服呀，倒是挺符合你的气质。哎，刘芷欣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说我呀，送快递而已，靠劳动挣钱，没什么配不配的。劳动赚钱，你说得到容易。张贤，你看看你混成什么样了？每天风吹日晒的送快递，一年能赚几个钱儿？能够你吃几顿饭的？再看看我呀，老公一年给我30万，而且现在有房有车。人啊，选择大于努力。当初你非要钻牛角尖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后悔？我觉得送快递挺好的，自由自在的。至于你的选择嘛，祝贺你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。哼，真是死鸭子嘴硬，也不看看你现在混成什么样子了。估计啊，连个像样的代步工具都没有吧？我忘了，你们底层劳动人民，电动车就是标配了吧？说你的车呢？停在哪条巷子里了？可别挡了这高档小区的路。你说我的车啊？那，就在那儿。张贤，你怕不是送快递送傻了吧？现在小年轻，说话都不打凑的啊！请次到宿主遭遇前女友恶意嘲讽，触发低调时好的尊严维护系统。成功打脸将获得随机奖励。系统都看不下去了，正好少得我动手。我就知道你不相信。钥匙认得吗？怎么可能？别以为你拿一个几块钱买的破钥匙就能骗我。我的天，真是他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真是他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什么？这是你们业主的快递，暂存一下啊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这一定是假的。对，租的，这一定是租的，一定是你打肿脸充胖子租的。就算是租的，租这个车1天也相当于你老公包养你半年了吧？省省吧，刘芷欣，别拿你那可怜的见识去揣测别人。恭喜宿主完成低调审好的尊严维护任务，获得奖金500万。500万，这也太给力了吧！我现在就去看看我那个别墅里边还缺什么电器，刚好还有一个快递是同小区的。哎，站住啊！干什么的？送快递的，银滩千玺的家。送快递啊？今天不行，没看见门口的阵仗吗？今天是我们小区最尊贵的8号别墅业主正式入住，正在举行欢迎仪式，任何无关人员，特别是送快递送外卖的，一律不准入内，赶紧离开。嗨，我也是银滩千玺的业主，那个8号别墅就是我的，我回家看看，顺便送个快递，不耽误你们仪式。你是银滩千玺的业主啊？小子，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没醒酒啊？你知不知道银滩千玺别墅值多少钱？那都是上亿起步，就你一个破送快递的，也敢冒充银滩千玺的业主？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博眼球，什么样的牛都敢吹。就是，
8号都空了这么久了，能买下它的人至少也得是福布斯排行榜的人物。这快递员，唉，世风日下呀。你们的意思是，如果我证明不了是业主，就进不去？没错，今天没有业主证明，就你还有你身上这个皮，别想踏进小区一步。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好，你很好，要证据是吧？我就给你证据。我没看错吧？那辆车是他的？不会吧？开着跑车送快递，要真是这样，那还真有可能。胡说什么呢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不就是个暴发户吗？以为开个跑车就能唬住人？我们银滩千禧可不是暴发户可以撒野的地方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车是全球限量款。难道他真的是8号别墅业主？他怎么又去车里了？这车里难道还有其他东西不成吗？哼，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变出什么花来。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就给你证据。拿个结婚证出来，想证明你老婆是业主啊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业主本人不在场，你拿什么？房产证？没错，就是房产证，认识吗？啊？要我给你翻到权利人那一页，还是你自己看清楚啊？怎么不敢看？我来帮你看。张贤，这照片，银滩千禧8号别墅真的是你的呀？哇，真的是房产证啊！他真的是8号别墅的业主。银滩千禧8号，传说中的楼王，竟然是个快递小伙子买的。今天大瓜呀，送快递的很好，大家快拍！张先生，误会啊，真的是天大的误会啊！张先生，欢迎回家，我是物业经理陈涛，是我们怠慢了您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王强，还有你们几个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眼了，竟敢拦我们尊贵的8号别墅业主，还不滚过来，快来道歉！张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狗眼看人低了。陈经理啊，不是什么大事，我现在能进去了吗？我还要送个快递，挺着急的。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！你看这红毯啊，就是专门为您铺的，这横幅就是专门为您挂的呀！请您走专属通道，您请。行，走吧。张先生，我先帮您拿着吧。张先生，您看啊，这里就是您8号别墅的后花园啊。你所看到的地方都是您的，不知道，您还满意吗？还不错，辛苦了。张经理，你进去忙吧。没关系，我之后24小时随时呢为您待命。但是今天啊，这物业上面的事儿，还希望您能网开一面。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别再说了啊！你呀，去吧。好嘞，好。去吧。这可比我那个出租屋强多了。前7道宿主成功接收顶级豪宅，神豪人生进入新阶段，奖励宿主武力值加5。武力值？系统还奖励这玩意儿？我都已经神豪级别了，还需要自己亲自动手打架呀？哼，系统啊，这可真会玩。哎呀，不过这别墅啊是真够大呀，自己一个人住确实有点冷清。张先生您好，我是您的专属私人管家苏洛洛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请问现在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比如帮您整理行李，或者是预约家政进行深度清洁，帮您安排下午茶或者是晚餐等。啥玩意儿？私人管家？是的，张先生。银滩千禧为每位业主配备的都有私人管家，而8号别墅作为楼王，配备的则是我这个金牌管家。你好，苏管家，我呢没行李，就我一个人，清洁的话晚一点吧。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晚餐是？是的，张先生。我们银滩千禧呢，为每位顶级业主配备的都有餐饮管理服务。我们合作的有多家3星米其林主厨、顶级私房菜团队以及营养师团队。您今天想吃中餐、法餐、
日餐或者是其他菜系，我都可以立刻为您预约。到时候会有专业的厨师团队携带最新鲜的食材为您上门进行烹饪，或者是您有别的想吃的名菜也是可以的。听起来挺高级的，不过我现在想吃一点接地气儿的。接地气儿？我们合作的也有有机农场。啊，不是那种，就是比如说一碗简单的刀削面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最好是能有路边小馆那种味道，最好啊再来个驴肉火烧、肉夹馍，那就更好了。我们暂时没有这样的供应商，可以提供这种街头风味的上门服务。没有那就算了，不强求不强求。那我这样吧，我自己出去转转，正好熟悉啊周边的环境。你呢就不用管我了，啊，你去吧啊。好的。哎呀，还是外边舒服。这个大别墅是挺好，但就是太空了，没有人气儿。系统奖励是奖，但还是要回归人间烟火。也不知道这附近啊，哪家店比较好吃。请宿主选择如何解决晚餐。选项一，返回别墅，享用银滩千禧为你准备的豪华大餐，奖励现金1000万。选项二，在小吃街解决晚餐，奖励未知。未知的肯定不会差。按照系统的尿性，肯定不让我吃大餐。不过倒是正合我意，这样才对嘛。有钱也得有生活。哎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绿毛，你不是那个谁，郑贤？你一说还真是这小子。陆少，你不知道，今天白天的时候，你的女神何蕊文向他表白。不光如此，这小子还拒绝何蕊文了。哼，原来是他呀！我倒要看看这个送快递的小子到底有什么能耐，能让老子的女神主动追求。好嘞，走，绿毛，咱俩去试探试探，看看他到底几斤几两。走。郑贤是吧？啊？小子，装什么淡定？我们路上找你有事儿，跟我过来。有事儿？有事儿他不会自己来吗？还让我过去，他好大的架子！哎，你什么态度你？张贤是吧？听说你上午让蕊文难堪了，你一个送快递的也配拒绝他？请知道宿主遭遇恶意挑衅，触发任务人豪的尊严。选项一，忍气吞声离开，奖励现金1000万。选项二，强势反击，奖励百达翡丽金鹰170周年联名款腕表1000万，他叫花子，我选二。行了吧，省略那些没有营养的嘴炮环节了。想找茬是吧？老子奉陪。找死！去你的！废物！陆少，你敢打我？我爸可是陆氏集团。陆氏集团很牛吗？今天你爸就是玉皇大帝，这顿打也少不了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就不劳烦您费心了。现在给我滚，别耽误老子吃饭的心情。张贤是吧？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恭喜宿主成功捍卫自己属于神豪的尊严，奖励发放中。我才看见这快递员戴的表好像是百达翡丽金鹰，价值600万美元啊！我以为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在吹牛，毕竟他是个送快递的，没想到是我没见识了，真牛啊！带这表送快递，要是传出去，恐怕要上头条了。算了，什么都不能耽误送快递。老板，我的磨好了吗？稍等。多少钱？我转你。不要钱，我请你。味道真不错啊。这样，今天你摊上的所有的肉夹馍，我全包了。想吃的都过来排队啊，算我的。我也要。张先生，您的腕表需要帮您入库存放吗？不要，明天带着送快递就行。你带这东西送快递啊？怎么了？谁规定的快递员不能带着好表送快递？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是送快递的，这有什么？好的，张先生。
且做到宿主坚持职业操守，奖励价值1亿元的商业合作项目，请宿主查收。1个亿的项目，不错，让我看看哪家公司。陆氏集团，有点意思。喂，张贤，你完了！我跟你说，敢打我，等着收律师函吧！哼，我有份礼物给你，既然咱们目的相同，那就明天见吧。横幅都拉好了，哼，倒是省事儿了。就是不知道待会儿看到是我，你们还欢迎不欢迎起来啊？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这里是陆氏集团总部，非请勿入。送快递的，找你们陆少，就是陆科。你告诉他我叫张贤，他会亲自来见我的。送快递啊？陆少怎么会叫快递送到这里啊？你放到前台或者快递柜就行了。这个快递需要陆少亲自签收，你如实通报就行，他会下来见我的。前台，外面有个快递员说要找陆少，他说他叫张贤，让他进来。陆少让你进去。张贤，你真敢来，胆子不小啊！昨天打我的账还没给你算清楚，今天居然送上门来找死！陆少爷，您的快递签收一下。签！来人！打断他的腿，然后扔出去，让他知道得罪我陆科的下场。哎，我只是想好好送个快递。陆科，你非要和我过不去干什么呢？既然如此，看来我只有先动手，才能和你好好说话了。Round 1, ready, go！ KO！ 陆科呀，陆科，你们陆氏集团简直就是一群废物，就这么点能耐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敢在我陆氏集团撒野！报警！立刻报警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敢在我陆氏集团撒野！报警！立刻报警！爸，就是他就是那个张贤，昨天就是他打的我，今天还敢来公司闹事，还打伤我们这么多人。爸，快把他抓起来，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。小伙子，不管你是谁，在我陆氏集团伤人闹事，就该付出代价。我不管你和我儿子有什么私人恩怨，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。王秘书，报警！报警？抓我？哼，陆董，你可能要抓错人了。你们要抓的不该是我，不过你们也可以选择报警，那是你们的权利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报警，那你们今天所等待的那个合同，可就彻底黄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来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贤，就是你们门口那条横幅上那位要欢迎的尊贵的合作伙伴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来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贤，就是你们门口那条横幅上那位要欢迎的尊贵的合作伙伴，也就是那份价值1亿人民币战略投资合同的甲方。我现在正式通知贵公司，鉴于你们公司继承人陆科先生多次对我进行人身威胁、侮辱，并唆使保安对我进行暴力攻击，我决定终止合作。不可能，你就是那个张先生，那份救命的合同是你张先生，误会啊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求您收回成命，不能终止啊，绝对不能终止啊！误会？你们陆公子亲口说要打断我的腿，把我扔出去，还要让我把牢底坐穿，你还觉得这是误会吗？那是否终止合同是你们陆家的家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否终止合同是你们陆家的家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郑先生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这个逆子的错，我替他向您赔罪，我给您跪下，求您高抬贵手，只要您收回终止通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陆氏集团几千号员工不能失业呀，张先生。条件就是让你们家陆公子现在立刻马上为他的所作所为向我道歉，并且以后见到我绕道走，否则免谈。
对不起，张先生，是我目中无人，是我狂妄自大，是我冒犯了您，我向您郑重道歉，请您原谅。我保证，以后见到您一定绕道走。你的道歉啊，我收到了，陆董，我今天会带走终止合同的协议书，但是要不要合作，我还得考虑考虑。策动完美解决陆氏集团危机，陈豪威望大幅提升，奖励情报查询权限1张。情报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毕竟到了一定程度，情报比真金白银更加值钱。好了，我还有快递要送，就不打扰陆董处理家务事了。好的好的，那我送送您。不用了，有那个时间，你还不如好好教育教育你儿子。我走了。文文最近在忙什么？好几天没回家了。董事长，小姐她最近心情好像不太好。小姐朋友那边传回来的消息，小姐前2天在学校表白了一个叫张贤的年轻人。哦，张贤，哪家的公子？能让我女儿主动放下身段表白，想必家世不凡。这个董事长，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，这个张贤他目前是一名快递员。什么？快递员？这个张贤他目前是一名快递员。什么？快递员？你再说一遍。是的，董事长，确认无误。这个张贤目前在日新快递工作。哼，一个送快递的，我何振邦的女儿，振邦集团的千金，能看上他一个穷小子，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他居然敢拒绝！是的，董事长，这个张贤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了小姐，而且还当众开走了一辆限量款保时捷。保时捷租的吧？一个快递员开保时捷，骗鬼呢！像他这种不知天高地厚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穷酸，也配让我女儿伤心？去，给我约一下这个张贤，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这么狂。是，董事长，我马上去办。请问您是张贤张先生吗？啊，我是张贤，你是？啊，我是振邦集团何董事长先生的秘书。我们何董事长想请您见一面，有关于我们家小姐何瑞文的事，想和您谈谈。时间地点您定，我们配合您的时间。哇，振邦集团那可是市里的第1集团啊！乖，何董亲自派人来请张贤，这阵仗。何董事长要见我？行啊，不过要等我送完这几个快递。地点嘛，那我们就定在帝豪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吧，听说那视野不错。下午3点我准时到。好的，张先生，帝豪酒店顶楼旋转餐厅下午3点，我会在那里恭候您。行。需要派车接您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有车，待会儿见。不用，我自己有车，待会儿见。行，那我就先忙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何瑞文的父亲何振邦，今天请你来是想谈谈你和我女儿的事。何董，请讲。这是200万，年轻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拿着这笔钱，对外公开说你拒绝瑞文，是因为你自知身份低微，配不上他。拿着这笔钱，对外公开说你拒绝瑞文，是因为你自知身份低微，配不上他。从此以后，离我女儿远点儿。最
道宿主遭遇财富打压与人格羞辱，触发神豪反击任务。选项一，接受200万支票，配合何振邦演戏，奖励现金1500万。选项二，强势展现实力，拒绝羞辱，奖励宁华家苑顶级学区房1栋，价值4.5亿。1500万，打发叫花子呢。系统这奖励对比，选2。哎呀，何董，哎呀，何董，我承认您的女儿很优秀，但是您觉得我张贤差您这200万吗？还是说您觉得您女儿的幸福就只值这个价？放肆！一个送快递的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别以为租辆豪车带块假表就能在我面前装腔作势。我何振邦沉浮商海几10年，什么样的把戏没见过？200万足够你这种人快活潇洒一辈子了，别不识抬举。哎呀，假表，租车，何董，您这双眼睛看来也不怎么好使啊。假表，租车，何董，您这双眼睛看来也不怎么好使啊。这表啊，百达翡丽金鹰170周年纪念款，全球限量，价值600万美元。要不要我给您发一个鉴定证书啊？还有那车，价值过亿，也是全球限量。您觉得谁会把这个车租给一个送快递的，还让他天天开着送快递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恭喜宿主反击成功，奖励发放中。宁华家苑1号楼顶层复式学区房产证书已生效，证书存放于您身后。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宁华家苑1号楼拥有双一流学位指标，价值4.5个亿。何董，您觉得有这栋楼在手的我，会差您那区200万和您那施舍般的要求吗？何董，您觉得有这栋楼在手的我，会差您那区200万和您那施舍般的要求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宁华家苑一栋楼，4.5亿。去查这本证的真伪。是，董事长，我马上去查。何董事长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随时可以查到信息。至于这200万，还是留给您女儿当零花钱吧，毕竟她的幸福在您眼里只值这个数。请知道宿主完美打脸顶级富豪，神豪逼格震慑全场，奖励商业嗅觉强化1级。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还有快递要送，就不打扰了，后会有期。我靠，我没看错吧？保时捷限定款，开这车送快递啊！真是理解不了有钱人的恶趣味啊！我要是跟他一样有钱，我肯定天天到处跑着玩，谁还送快递啊？张先生你好，我是本小区负责租赁业务的小王，不知道张先生您的1号楼有没有出租的意愿？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优先安排最好的租客。租金方面你也可以放心，绝对市场最高价。租房的事儿不着急，至于别的嘛，麻烦你跟你们物业说一声，把这个快递好好整理一下，别总是丢快递，尤其是我送的。是。把这个快递好好整理一下，别总是丢快递，尤其是我送的。是。请知道宿主以房东身份进行快递工作，形成强烈反差，引发特定人物关注，奖励网络舆论操控卡1张。舆论卡新奖励啊，引发特定人物关注。不过随他去吧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送完这单，先去马小挑那儿看看这丫头到底给我安排了什么难度的工作。
董事长，官网数据没被篡改，产权证编号、登记时间还有权利人信息全部真实有效。那个张贤确实是宁华家苑1号楼的唯一产权人。一个坐拥数亿顶级学区房产的人，每天开着超跑送快递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体验生活，还是另有所图？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体验生活，还是另有所图？董事长，小姐那边，我看她的朋友圈，她最近好像还在追那个张贤，我们要不要？文文那边先别管，给我查，继续深挖张贤这个人。他名下的资产绝对不止这些，资金来源、社会关系，我倒要知道他是哪路神仙。还有，联系银滩千禧那边，我要知道他在那里的情况。记住，动作要隐蔽。是。检测到宿主名下资产被人进行深度调查，触发被动防御，奖励离岸公司空壳架构一套。调查我有意思，究竟是谁呢？动作挺快啊，系统这空壳公司来得及时，不过清者自清，爱查查去呗。倒是这马小挑说的重要商单，地址怎么在科技园区？哎，马总。张贤哥哥，你来啦，快跟我来。哎，马总，这是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一下。哎呀，别闹，今天这个商单可不是送快递，我跟我爸磨了好久才求来的。这个瑞丰科技是我们刚投资的一家很有潜力的 AI 初创公司，他们现在急需一个既懂基层运营，又能从高层视角看问题的人，来帮忙梳理物流流程。我觉得你非常合适，给你安排了一个总裁特别助理的职位。总裁特别助理梳理物流流程，马姐姐，你这高难度工作听起来怎么还是跟快递有关？而且这个总裁不会是你吧？而且这个总裁不会是你吧？怎么会？至于快递，这叫专业对口。走走走，带你去见见团队的人。检测到宿主以特别助理身份进入科技公司运营，触发跨界任务，成功优化流程将获得奖励，前沿科技洞察力1级。得，从快递员升级成快递流程优化师了。不过听起来有点意思啊，尤其是这个奖励，如果运用得好，能保证未来的我一直站在行业前沿。行吧，看看这家瑞丰科技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物流如今的痛点，正如我所说的几点：成本高，时效不稳定，最后1公里配送效率低。我们的核心算法对服务器集群的实时数据依赖极高，但硬件物流这块，尤其是跨省调拨和精密设备的上门安装调试，成了卡脖子环节。各位，门口这位就是马总介绍的张助理，听说你有非常丰富的基层物流经验，不知道有什么高见？听说你有非常丰富的基层物流经验，不知道有什么高见？走吧。高见谈不上，但是痛点抓得很准。但解决方案太传统，你们只盯着干线运输和仓储优化，从而忽略了几个细节：信息流的最后1公里和逆向物流这2个隐性成本黑洞。信息流？我们系统是实时同步的，至于什么逆向物流，我们主要是新设备部署，物流退货率极低的。实时？那为什么现场工程师安装时经常要等总部确认配件清单？为什么客户报修后维修件返回路径是如此的混乱，平均要滞留3天？这就是信息流没穿透基层。逆向物流最后1公里没有纳入 KPI 考核，你们的算法依赖数据，但收集数据的传感器在运输途中有多少的损坏率？返修周期多长？噪音数据对模型训练的影响有多少？你们有计算过吗？
这些东西你们有没有计算过？张助理，你说的这些问题确实都存在，但这涉及到我们的核心系统架构和供应链管理模型的底层逻辑。你不过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就算你送快递的经验再丰富，你也不可能懂这些。这些专业领域的数据分析和流程优化，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多年的实践，根本不可能懂的。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？是啊，赵总、马总，我承认张助理的观察能力确实很强，指出了现象，但是原因呢？解决方案呢？这纸上谈兵谁都会，他只是一个天天走街串巷的快递员，怎么可能拿得出针对我们 AI 科技公司痛点的，而且具备实操性的解决方案呢？这不现实，太荒谬了，太荒谬了。在你们眼里，送快递的就只能懂怎么分拣包裹、骑三轮车、爬楼梯送货上门是吗？谁说送快递的不能懂点别的？比如说，研究一下怎么让最后1公里的信息流像光速一样快，或者琢磨琢磨怎么把逆向物流的成本压缩到接近0。哎，张助理，这故弄玄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哎呀，咱们是科技公司，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方案，而不是你在……哦，车钥匙，或者说打火机，这能代表什么？如果您是想抽烟的话，那么非常抱歉，您得等到会议结束后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会议室内不允许抽烟。打火机，车钥匙就放在这里。我想表达的是，送快递啊，只不过是我众多兴趣之一罢了。这辆车已经可以证明很多东西了，不是吗？我想应该没有哪个快递员会开着这种车送快递吧。你们看到了吧？我早就说过，张贤哥哥他不是普通人。谁说快递员就不能是天才了？就不能懂你们那些高大上的东西？他只是低调，喜欢这份工作。你们凭什么质疑他？就凭你们那点可怜的偏见吗？张先生，是我赵睿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您刚才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，直指核心。我为我和团队之前的浅薄和冒犯，向您道歉。道歉，对不起，张先生，对不起，张先生，对不起。行了，道歉就不用了，时间宝贵，赶快解决问题吧。信息穿透基层，利用边缘计算节点和轻量化 App， 让现场工程师能及时扫描配件，调取安装手册，反馈异常情况，数据直达核心系统，绕过繁琐的中层审批，大大加快了我们的效率。好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跨界任务，完美优化瑞丰科技物流流程，奖励前沿科技洞察力等级1，宿主可初步理解新兴技术并评估其潜力。张先生，不，张顾问，您简直就是天才啊！您刚才提出的这一套方案价值连城，不仅解决了我们目前的物流困境，更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。我代表瑞丰科技全体员工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。您的顾问费我们会以最高标准支付。另外，我们非常希望能与您长期保持顾问关系。张顾问，您可太厉害了，我们心服口服。这以后要是再有什么技术问题，您多多指教啊。顾问费啊，就算了，帮朋友个忙而已。后续相关的细节，你们团队得自己好好细化。有搞不懂的关键点，你再随时跟我说。马总，还有别的高难度工作吗？张翔哥哥，你太棒了，我就知道你能行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那个赵总，你有什么不懂也可以问马总，或者说直接给我发邮件。一定，我们马上成立专项小组，落实您的方案。有任何难点，我及时向您汇报。
哎，今天真是太感谢您了，马总。啊，您真是给我们瑞丰送来了及时雨啊！哎呀，赵总您客气了，能帮上忙就好。是我爸。啊，马叔叔啊，那你快接啊！啊，喂，爸爸。条条，你在瑞丰吗？对，我们刚在公司开完会。刚才赵瑞发信息了，激动的不行，把你那位张助理夸得天上少有，地上无双，说你们俩联手解决了他们困扰大半年的核心痛点。说你们俩联手解决了他们困扰大半年的核心痛点。都是贤，张助理厉害，方案都是他出的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好了好了，我自己的女儿我还不知道吗？能让你打酱油的人可不多呀。看来这个张贤还是有点本事的，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。这样吧，人家帮咱们解决了瑞丰的难题，这也算是帮了爸爸一个大忙。你替爸爸好好感谢感谢人家。另外，你们晚上有空吗？爸爸请他吃个便饭，地点他定。爸爸想见见这位让你如此推崇，却又深藏不露的年轻人。吃饭，见你。我问一下张助理，张贤哥哥，我爸说想要请你吃饭，见你。你告诉那个马总，时间地点他来定，我准时到。先生女士，请留步。我们云顶国际对于进入本酒店公共区域的客人，有着严格的着装规范要求，衣冠不整者，尤其是有明显职业标识的工服，恕不接待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怎么就衣冠不整了？张贤哥哥是我们家的贵客，是我父亲马正文邀请他来用餐的。我父亲已经在摘星阁等着我们了。非常抱歉，女士，规矩就是规矩。马先生当然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了，但这位先生确实不符合着装规范。我们也是为了维护所有客人的尊贵体验，除非你们现在立刻换装，或者请马先生亲自下来接你们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父亲的名字在你这里都不管用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投诉你！哎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投诉你！哎呀！小妹妹，和这个保安废什么话？都扫兴。和这送快递的穷小子有什么好约会的？不如跟哥哥们去快活快活，哥哥们保证让你舒服的忘了这酒店的破规矩。干什么？小王，门口有人打架，快过来！这里是酒店门口，你们别闹事。我已经叫保安队过来了。保安队？吓唬谁呢？等他们过来，哥几个早就带着小美人撤了。小子，识相的滚一边去！哼，这小美人多水灵啊！哼，这小美人多水灵啊！我看你的手是不想用了。我的手！敢动手，废了他！哼！张贤哥哥小心！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几个能翻出什么浪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？你不是看到了吗？日新快递的快递员。哇，张贤哥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几个小混混，3下5除2就全被你解决了。你给我等着！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，让你说的怪不好意思的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就是小跳经常念叨的张贤，张先生吧？哎，你好，爸爸。哎呀，好了，乖女儿，别闹了，说正事呢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过来找您吃饭，保安不让我们进，来了几个小混混，非要调戏我，还好有张贤哥哥在，
要不然你都看不见你女儿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你们经理给我叫过来！哼！好了，乖闺女，走，咱们上楼吃饭。张贤，走。哎。哈哈哈哈！张贤，坐。哈哈哈哈哈！张贤哥哥，要不我们换一家店吧？或者我让人给你送套西装过来。不用，衣服只是包装，重要的是人。穿着这身衣服我自在，不影响你们吃饭就行。再说了，马总似乎并不介意，是不是啊？说得不错，衣服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对，人才是根本。张贤小友这份心胸和气度，倒是让我这老头子汗颜呐。来，请。来，哎，张贤，这酒还行吧？知道你开车，我不让你喝那么多。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回去的问题，我给你安排了司机。好嘞。来，干杯！来，碰一杯，来。这地方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不愧是马总，选的地方就是好，不管是酒啊还是菜啊，都是本地一流的。那可不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可是厨师，他觉得好吃的地方肯定错不了。张贤呐，我这老头子也没什么弯弯绕绕，这次请你来，除了感谢你在瑞丰对挑挑的照顾，和今天在门口的仗义出手，确实还有件私事想找你商量商量。马总客气了，那都是举手之劳，有什么事儿你请说。你看我这女儿吧，从小被我惯坏了，性子是顽皮了点，但是她心地纯善。我这作为父亲的，看着她一天天长大，最关心的就是她的终身大事。挑挑好像对你很是上心呢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才没有呢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哎呀，张贤啊，你也看到了，你看我这傻女儿心思藏不住。我这老头子啊，虽然说是第一次见你，但从挑挑的描述还有今天这2件事来看，你绝非池中之物，有担当，有能力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喜欢你。好了，我这老头子就直说了，我很欣赏你，如果你对挑挑有意，我会全力支持你们在一起。我们马家虽然算不上顶尖豪门，但在当地也算有一些根基。如果你点头，愿意好好对挑挑，我立刻划给你5000万现金，作为你们开始的零花钱。还有，挑挑名下的几处房产、车和我马正文的人脉资源，以后都是你们的后盾。怎么样，年轻人？我知道你们年轻人不喜欢吃软饭，但是这碗软饭够不够香？请刺刀宿主面临重大人生抉择，生蚝之路的分岔口，触发关键选项。选项1，接受马正文提议躺平吃软饭，奖励现金5000万马家提供，加系统追加现金5000万及时到账，从此纸醉金迷，享尽富贵荣华。选项2，婉拒马正文好意，坚持独立自主，奖励科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100%股权，价值3亿人民币。该公司为优质上市公司，业务稳健，潜力巨大。哇，系统爸爸又来送温暖了！5000万加5000万，听着是诱人，但代价是绑定马家，还要背上个软饭男的名头。我张贤堂堂神豪，系统在手，天下我有，需要靠拢让人施舍。至于科瑞精密，这可是本地有名的精密零部件供应商，技术底子不错，正好符合我新获得的科技洞察力，这还用选？来，马总，来，哎。感谢马总的厚爱和看重啊。挑挑呢是个好女孩，心地善良，活泼可爱。您开出来这个条件呢，放在任何人身上
都是没法拒绝的条件。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抱歉，马总，我不能答应。什么？小伙子，你居然敢拒绝？是的，我拒绝。马总，不是因为挑挑不够好，也不是因为您开出的条件不够高，而是因为我张贤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我更希望用我的双手和头脑去创造价值，而不是依附于别人的羽翼之下。财富我有能力自己挣，感情我更希望两情相悦，而不是掺杂了巨额补贴的交易。所以说这碗软饭再香，我也咽不下去。马总，谢谢您的款待，告辞。哎呀！恭喜宿主选择坚守本心，去取软饭神格高文，奖励发放中。科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100%股权已完成交割，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司资料已存入您车的副驾储物格。宿主正式成为科瑞精密唯一实际控制人。这大晚上的，你一个人在这里，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。谢谢你啊。请资料宿主遭遇落难者，触发人性抉择任务。选项1：袖手旁观，事不关己，奖励现金3000万，及时到账。选项2：伸出援手帮助眼前人，奖励神秘奖励1份，内容未知。又来，这次是神秘奖励，未知的往往是最好的。而且这女孩的眼神和当初没有系统的我真像啊。虽然落魄，但没丢掉那股劲儿。3000万现金，毛毛雨了，选了。你确定不需要帮忙吗？我看你好像遇到什么困难了。哦，我叫张贤，送快递的。这大晚上的，一个女孩在外面，不安全的。我公司破产了，钱都没了，今天房租也到期了，房东限我今天搬走，可是我现在没钱了。唉，手机也没电了，让你见笑了。多大点事儿嘛，人嘛，总有起起落落的时候。房子到期了，我那里刚好空了一套房子，空着也是空着，我正好想找人给他租出去呢。你要是不嫌弃啊，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，就当是帮我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？租房？真的谢谢你啊，张先生。但是我现在手里连押一付一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我不能白住你的房子。但是我现在手里连押一付一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我不能白住你的房子。钱？提钱多伤感情啊！再说了，我这个人啊，看人特别准，一看你啊，就是那种特别实在的人，信得过。你可以先住下，安顿好。至于房租、水电什么的，等你有钱了再给我也不迟。再说了，你以后啊，要是东山再起了，你给我个友情价就行，总比空着房子落灰强吧？真的吗？那谢谢你，张先生。我叫夏兰，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工作，不会白住你的房子的。行了行了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叫我张贤就行了。哦，我的车就在这儿，我送你过去看看地方。你这箱子我帮你拿过去。这保时捷是你的？你开保时捷送快递？保时捷是你的？你开保时捷送快递？啊，开跑车送快递效率更高嘛，顺便啊还能兜兜风，想体验一下生活。走吧，夏兰同学，上车吧。张先生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虽然穷，我吃不起饭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做那种事情。哎呀，
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帮你确实有我的目的，但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再说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还能对你怎么样？上车吧。张先生，您说的房子是这儿，宁华家苑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之前一个客户，他住在这附近，他跟我提过这里的房子最小的一套公寓要几百万。您确定要把这里的房子租给我？您确定要把这里的房子租给我？是这儿，没错。至于多少钱嘛，几百万。夏小姐，你觉得这栋楼怎么样？很高档，很气派。我刚才好像说的不太清楚，不是一套房，是这栋楼都是我的。一栋楼？对啊，都是您的。哎，你们俩干什么的？这里是小区内部啊，跟业主不能长时间逗留。送快递还是送外卖？放门口快递柜或者岗亭，我们会通知业主来取。你们两个给我记住，以后凡是没有提前预约登记的访客，必须业主亲自来接。这个车马上开走，这里不能停啊！我就是这儿的业主，1号楼的，我带我朋友进来，有什么不行吗？我带我朋友进来，有什么不行吗？嘿，队长，听见没？他说他是1号楼业主。现在送快递的都敢这么吹吗？嘿，就你这身皮，跟宁华家苑的业主有半毛钱关系啊？知道1号楼什么概念吗？楼王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。就是还带朋友，我看你是想混进去踩点吧，或者说想巴结哪个业主？这小姑娘看着也挺可怜，别是被你骗了吧？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，影响小区形象。现在的人呐，为了混进高档小区啊，什么谎都敢撒。可不是嘛，开个跑车就以为自己是富豪了，租的吧？我看就是用来骗小姑娘和混门禁的。我要是不走呢？不走，那我只好呼叫支援，强行清场了啊！最后警告一次，马上离开。清场？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也像你们一样有眼无珠。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也像你们一样有眼无珠。叫经理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赶紧滚蛋！再不走，我真的要叫人了。大半夜干什么呢？都围在这儿干嘛？去，孙经理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吵吵嚷嚷的，怎么让业主休息啊？是，这不是有2个不长眼的，非要进我们小区。经理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把他们赶走。你给我住手！李刚，你敢对张先生无礼？孙经理，这个人冒充我们1号楼业主，还带个不明身份的人把车堵在这儿影响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张先生，抱歉，实在抱歉，是我孙斌管理无方，让这几个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您。我代表宁华家苑全体物业人员，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，对不起。张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张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孙经理啊，你们宁华家苑的门槛还真是高啊！我这个快递员连进自己家门的资格都没有啊！哎，不敢！张先生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是个天大的误会，都怪我管教无方，才让这几个蠢货狗眼看人低。李刚，还有你们2个，你们瞎了眼！这位张先生是我们宁华家苑1号楼的唯一产权人，是我们所有人的业主，更是我们整个物业公司最尊贵的服务对象。你们竟然敢拦着张先生回家，还敢出言不逊，活腻了！孙经理，这不可能啊！他穿着快递服，他就是个送快递的穷小子呀！嘿，穿快递服怎么了？张先生喜欢穿什么衣服，还需要向你汇报吗？那是张先生的自由。
都是你，就凭你这双狗眼，也配质疑张先生的身份？都是你，就凭你这双狗眼，也配质疑张先生的身份？你等着，给我看清楚，看清楚，产权人是谁？这栋楼整栋都是张先生的，你拦着不让业主回家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张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该死，我混蛋，请你大人大量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饶了你！你们刚才的威风呢？不是要清场吗？不是要叫人吗？叫啊！怎么不叫了？孙经理啊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队伍。你们的保安和服务啊，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张先生，您息怒，您息怒，我立刻处理，立刻！给我过来！李刚、王强、赵小虎，给我站起来！你们3个严重失职，侮辱业主，有损公司形象，先当场予以开除，立刻收拾东西滚蛋，工资1分钱也别想拿。保安部所有人引以为戒，再有类似情况，严惩不贷，听见了吗？说话！听见了吗？说话！行了，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这样吧。麻烦给夏小姐办一张最高权限的通行卡。夏小姐最近住在我们这里，我不希望以后进出小区还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明白没有？是，张先生，一定，我立刻处理。夏小姐，抱歉让您受惊了，马上为您办理最高权限通行卡。如果说各位在小区有什么事情，请随时吩咐，我一定帮2位办满意。好，谢谢。恭喜宿主成功解决小区冲突，神行威严震慑全场，奖励发放中，现金1000万，商业人才雷达技能等级1，可初步感知周围人群的商业潜力与特长。夏小姐，走吧。进来吧。张先生，这真的是你的房子？我真的可以住在上面？这真的是你的房子？我真的可以住在上面？当然是真的，别拘谨，快坐。空着也是空着，怎么样？这里景色不错吧？挺好的，谢谢张先生。可是张先生，你既然拥有这一栋楼，为什么还要去送快递啊？为什么？这个问得好。或许是想要体验生活，或许是兴趣，或许就是单纯的我喜欢。我明白了，张先生，谢谢你，张先生。你放心，你的恩情我夏兰铭记于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找个工作，绝对不会打扰太久的。不着急，楼上有几间空房间，你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住下就行。冰箱里有吃的，这些生活用品全部都是新的。你安心住下来，调整好状态，工作的事儿不着急。对了，这个我收好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张先生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张先生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还有快递没送呢，明天见，小姐，走了。这个人真奇怪，开着跑车送快递。这个张贤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喂，张总，事情就是这样，科瑞精密的收购出现了点问题，有人抢先我们一步，以更低的价格跟对方谈成了收购，现在情况已经僵持下来了。抢先收购？怎么可能呢？科瑞精密不是系统奖励的集团吗？难道说……好，我知道了，等着我，马上过去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我会控制好局面，等您过来的。科瑞精密抢先收购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